世界简报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内容精要，让你最快速掌握全球趋势。拜登和麦卡锡在美国债务上限谈判进入僵局之际会面。路透社，美国总统拜登和共和党高层凯文·麦卡锡将举行会谈，以避免因未能提高美国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而引发违约。美国财政部警告说，从6月1日起，他可能没有钱支付账单。共和党人将上限的任何增加与削减开支联系起来。然而，双方都讨论了支出上限、能源允许变化和其他问题。民主党人希望达成协定，以防止类似于2011年僵局引起的信用评级下调的经济动荡。3%的美国人担心债务上限违约可能会伤害他们。路透社，根据路透社伊普所的一项民意调查，美国人担心美国政府违约的可能性，并对采取什么行动存在分歧。它显示，76%的美国人认为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达成协定对于避免违约至关重要。然而，尽管49%的受访者支援政府采取直接行动无条件提高债务上限，但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在提高债务上限之前，应该大幅削减支出。这两种办法都得到了2个政党成员的支援。财政部警告说，除非提高债务上限，否则政府可能会在6月1日之前耗尽借款。OpenAI 首席执行官将呼吁加强对人工智慧的监管。金融时报， OpenAI 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将告诉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关于人工智慧 AI 的立法很重要，但监管应该允许公司灵活地利用技术的发展。Altman 的公司创建了 AI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他将首次在国会作证。随着人工智慧的使用变得越来越普遍，全球政府和监管机构正在审查人工智慧，因此正在提供证词。上周，欧盟对人工智慧的使用出台了一套严格而全面的规则，包括对 ChatGPT 等聊天机器人的限制。Altman 的证词将为公司推荐一套安全要求，以及 AI 模型的许可或注册条件。加拿大必须接受下一代会比我们更糟糕吗？加拿大环球邮报，加拿大经济繁荣的下降是过去50年来历届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行动的结果。Taurus LLP 竞争和外国投资集团联合主席 Daniel SF、罗特曼管理学院国际商务教授 Wally Hazy 和 N-Canada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Joe Mandich 说，在他们的新书《每个人的事：如何确保加拿大在21世纪的繁荣》中，他们认为缺乏对研发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未能增加教育和企业家精神的支出，以及无法充分利用新技术提供的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罪魁祸首。作者建议，要解决这个问题，该国必须关注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经济发展的4个基本支柱，有效调动财政资源、人力资本形成、技术创新和高效的基础设施。欧盟国家批准世界上第一个全面的加密规则。路透社，欧盟已经批准了第一套管理加密货币的规则，向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施加了效仿的压力。这些规则要求在欧盟内工作的加密公司获得处理代币化资产、稳定币和加密货币的许可证。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的崩溃凸显了监管的必要性。欧盟的举动受到了该行业一些希望提高监管清晰度的加密公司的欢迎。到目前为止，美国一直在使用现有的证券规则来解决该领域的滥用问题，而英国尚未最终确定无担保加密资产的规则。中国的人才红利是否足以维持国家的崛起？南华早报，中国人口老龄化引发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质疑。印度最近取代它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促使分析人士质疑中国的人口红利，一个庞大的工作力，对年轻或老一代没有重大负担，是否会继续下去。根据第7次全国华人人口普查，2021年中国的年龄抚养比上升至 46.3%。联合国预测，到2055年，总抚养比可能超过 75%。中国鼓励年轻夫妇生孩子，但分析人士对激励措施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中国应该将重点转向技术和创新，特别是在老年护理领域，以缓解这一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中方是荷兰为欧盟优先合作伙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路透社，据报道，中国总理李强表示，荷兰是欧盟的优先伙伴，
中国愿意促进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李强敦促荷兰首相吕特保持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畅通，并要求荷兰维护共同利益。泰国前进党领导人在权力道路上面零障碍。路透社，尽管前进在泰国大选中赢得了多数票，但分析人士声称仍有障碍可能阻止 Peter Limrod 成为总理。潜在的障碍包括前进的联盟伙伴、由保守派主导的参议院以及对皮塔的不法行为的指控。此外，前进对君主制的态度与其主要联盟伙伴为泰党不同。尽管到目前为止反对派团结一致，但批评人士指出，政策和立场的差异使其他政党对与皮塔结盟感到不安，从而难以达成协定。台海前线的厦门如何响应中国民防号召？南华早报，中国东南部城市厦门最近举行了一次全市防空演习，有60多万人参加，这是该国国家动员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居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应用程式下载，以定位避难所和有关如何识别不同类型的空袭警告的说明。据信，这次演习是该市为改善其民防工作所做的努力，旨在维持必要的基础设施，以说明平民应对持续的攻击。人民防空是习近平总统军事准备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该战略旨在为混合现代战争做准备。乌克兰拦截导弹，俄罗斯加强对基辅的打击。华盛顿邮报，乌克兰声称俄罗斯对基辅进行了18次导弹袭击，其中包括6枚高超音速导弹，在很大程度上挫败了莫斯科迄今为止最猛烈的袭击之一。坠落的导弹碎片造成至少3人受伤，并对该市的动物园和其他几个中央社区造成破坏。这次袭击是最近几个月最激烈的一次，但乌克兰官员声称完美的拦截，并认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挫败了最先进的俄罗斯武器的攻击。费城民主党初选民从拥挤的进步派、温和派中选择。多伦多星报，费城人正在投票选举新市长，在拥挤的民主党候选人中，因为该市正在努力应对枪支暴力和生活质量问题的增加。这5位领跑者都是民主党人，他们承诺解决该市的暴力、犯罪和生活质量问题，但有不同的策略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次选举被视为自大流行加剧对贫困、犯罪和不平等的担忧以来主要城市居民表现的重要晴雨表。芝加哥和三藩市的结果相当动荡。民主党候选人通常会在11月面对前市议员大卫·David O， 他是唯一的共和党候选人。欧盟敦促打击躲避制裁的印度转售俄罗斯石油。南华早报，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尔 Josep Borrell 呼吁欧盟打击印度作为精炼燃料转售的俄罗斯石油的进口，柴油和汽油可以被认为是规避制裁。欧盟已经禁止俄罗斯的石油订单，因此获得廉价的俄罗斯原油使印度炼油厂能够向欧洲出口具有竞争力的成品油，并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根据 Kpler 的船舶跟踪数据， Reliance Industries 和 Nayara Energy 是精炼燃料的主要出口商和俄罗斯石油的买家。他是加纳最受关注的 Instagram 明星之一。检察官说他是网络犯罪团伙的一部分。华盛顿邮报，一位名叫 Hagia Cyril 的加纳 Instagram 影响者已从英国被引渡到美国，在那里他因电汇欺诈和洗钱指控而被起诉。据称，莫纳·法伊兹·蒙德拉奇 Mona Foyce Montrage 属于一个通过使用欺诈性角色与个人建立在现关系来窃取数百万美元的团体。据说该组织随后鼓励受害者代表他们转移金钱或资产。据称，一名受害者确信他们已经与 Montrage 结婚，却在亲自面对他时发现了欺骗。蒙太奇律师亚当·科尔特斯 Adam Cortez 表示，他认为只有一名受害者实际上与蒙太奇有过接触，并且他有可能被冒充。该案件是揭示使用社交媒体作为网络犯罪途径的最新案件。法拉奇承认英国脱欧失败。英国独立报，奈杰尔·法拉奇 Nigel Farage 宣布，由于政府无法利用英国脱欧，英国退出欧盟是失败的。前英国独立党和英国脱欧党领袖法拉奇声称，该国没有从英国经济上受益于英国脱欧，指责政府政策阻止了一些企业在英国投资。法拉奇没有排除重返政坛的可能性。他说，英国脱欧证明英国政客和布鲁塞尔的委员一样无用。报告显示，保守党在移民政策上存在分歧。
英国学生在世界识字率排名中排名第4。英国每日电讯。根据最新的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英国的小学生已超过芬兰和波兰，成为世界第4大识字帅国家，仅次于新加坡、香港和俄罗斯。英格兰的558分高于520分的国际平均水准，这归因于对拼读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的关注。在接受测试的43个国家中，只有包括英格兰在内的11个国家自2016年以来得分没有显著下降。英格兰的性别差距也缩小了，在大多数国家，女孩的表现都优于男孩。丹麦在新战略中旨在加强北欧安全合作。路透社。丹麦将加强与其他北欧国家的防务关系，以抵消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威胁，并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新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战略要求与邻国进行更多的联合军事演习和协调的防御计划，以及发展统一的北欧防空系统。丹麦自1949年以来一直是北约成员国，去年投票加入欧盟的国防政策。新战略强调需要增加丹麦的国防开支，以实现北约到2030年占 GDP 200分号的目标。世界简报，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精要内容，让你享受总统简报般的特权，迅速掌握全球趋势。